大家好，我是末端，欢迎来到科技梦星语。这期主要讲的是 BPB 面板做 BPS。BPB 面板就像是《山海经》里的开明兽，开明兽是虎身9个头，镇守昆仑9道神门，全方位无死角盯着。BPB 面板也是一样，它能同时管好一堆高速节点。最新的更新还添加了 ECH 防护，多节点切换，护航稳到爆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讲。首先到 BPB 面板的文档的官网，点一下 Installation。它主要是有2种方式，一种部署方式是 Pages 部署，一种部署方式是 Workers 部署。选 Pages 部署是有好处的，因为 Pages 的链接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被封。点一下 Pages， 基本上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流程走一遍。那首先会需要一个 Cloudflare 的账号。当然了，即便是使用了 Pages 的方法，要是能够有一个自定义的域名，效果会更好一些。讲白了就是会更稳定一些。弄个域名，把它托管到 Cloudflare 上。这个步骤之前讲过，这里就快速实操一下。如果想要注册域名，可以到 DNSHeap， 它是免费的。点一下注册新域名，选一下后缀，给一个前缀，点一下确认就注册好了。点一下这个按钮，就可以看到邀请码。我会把我的邀请码放在描述区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使用一下。使用邀请码，你我都能得到一个额外的注册额度。关掉。我已经申请好一些域名了，主要就是看一下如何托管到 Cloudflare 上。复制一下你选中的域名，登录你的 Cloudflare， 点一下添加按钮，点一下连接域，把刚才复制的域名粘贴到这里来，点进去。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我视频主打的是不花钱，所以我们选免费计划，点选择计划，点继续前往激活，点确认，这就是它的2个 NS 服务了。复制第一个，回到 DNSHeap， 在你域名后面点这个 DNS 服务器，复制第一个，换行，复制第二个，粘贴，点一键替换，稍等一下，它有一个通知，直接点我知道了，很快就出现了绿标，已解析。回到 Cloudflare， 点击我已更新名称服务器，这里说的是要等1到2个小时啊，有可能会更长，但实际上如果你的域名是干净的，基本上用不到这么长时间啊，5分钟左右差不多就好了，差不多是2-3分钟左右就会看到您的域现在受 Cloudflare 保护。点一下 SSL， 看一下边缘证书，边缘证书已生效，这说明托管已完成。复制粘贴你的域名到本地，方便你等会复制粘贴。到 BPB 文档的官网，我们开始按这个步骤一步步走。现在要创建 Pages 的 Project 和 KB 库，来到 BPB 的 GitHub 的仓库，最新版本是 4.1.3， 版本 4.1 以后都有 ECH 了，也就是说收发消息2个通道都有加密了。点一下 Release 4.1.3， 向下拉，点击下载这个 zip 压缩文件，保存到你本地。回到 Cloudflare， 点一下 Back to Domain， 点一下计算，打开 Works and Pages， 点一下创建应用程序。我们要部署的是 Pages 项目，点这个开始使用，选择拖放文件，点开始使用，给一个自定义的项目名称，点创建项目，点击内容，准备开始上传。上传的就是你刚才下载这个 zip 压缩文件，点 Open， 这样它就开始上传了，很快就上传成功了。点击部署站点，点继续处理项目， Pages 项目就启动好了。现在根据官网文档的要求去制作 KB 库，点一下存储和数据库，点一下 Workers KB， 点一下 Create Instance， 给一个自定义的名字，点击创建。对于一些比较喜欢探究的小伙伴， KB 库就是一个 Key Value Pair 的存储库。比如说你等会创建一个密钥什么的，都会存储在 KB 库里。点一下计算，点一下 Works and Pages， 选择刚刚创建的项目，点一下自定义域，点设置自定义域，随便给一个前缀，加一个点，后面就是复制粘贴你刚才托管在 Cloudflare 上的那个域名。点继续，点激活域，稍等一下，它已经开始验证了。我们先去做设置，点一下设置，回到 BPB 的 GitHub 仓库，点一下 BPB GitHub 仓库的名字。我们看一下设置会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。接下来基本上可以看到需要设置的就是这么3样东西。Proxy IP 可以在 Pages 项目里面直接设置，但是放到最后到它的面板生效以后进去设置也可以。一定要设置的就是头2项。复制第一个，回到 Cloudflare， 在变量和机密这里点添加，粘贴变量名，点添加变量。回到 GitHub 仓库，复制第2个，回 Cloudflare， 粘贴变量名。UUID 的值你可以直接用命令行生成，也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一个免费的 UUID 的生成器，生成一个，然后点复制，粘贴进来。密码的话，
你也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一个密码生成器，生成一个密码，然后复制粘贴进去，也可以用命银行直接生成一个，复制一下粘贴进去。这两个值，也就是 UUID 和密码的值，最好保存在本地，方便等会复制粘贴。点击保存，这个时候它是没有生效的，之后要重新部署之后才会生效。接下来在绑定这里点击添加，选择 KB 命名空间，空间的名称就是你刚才创建的那个 KB 空间的名字。变量名回到 GitHub 仓库，向上拉，点 src 点 kd.ts，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官网定义的变量名就是小写的 KB。回到 Cloudflare 复制粘贴变量名，点击保存。这时候点一下自定义域，看到它已经是活动的了，然后点创建部署，我们准备重新部署一下，这样可以把刚才设置的东西全部激活。点击内容，依旧选择之前下载的 BPP 的 zip 文件，点 Open， 上传成功，点保存并部署，这样就是部署好了。点击继续处理项目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自定义的 UI 了，这样第4步的设置也就做完了。复制一下 Panel， 因为这是等会会用的订阅路径。复制一下 Panel， 因为这是等会会用的 Subscribe Path。回到 Cloudflare， 点一下自定义的域名，建议最好是要用自定义的域名。打开以后会发现这是一个空白的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给路径。加一个斜杠，粘贴一下 Panel， 回车，这样就会看见它的配置面板。无论怎么样，都会要求输入一个新密码。这个密码要求很严啊，至少20位，大小写字母加特殊字符啊。你可以在网上随便找一个密码的生成器，复制粘贴一下就好。生成了密码以后粘贴进来，再次粘贴确认，点 Change Password， 点 OK， 输入新密码，点 Login， 这样就 Login 进来了。作为一个小白，我只关心它能不能用。点开第2个选项，我们做一点简单的设置。首先可以设一下 Clean IP， 也就是优选 IP。这个优选 IP 会在你有一些节点出现-1的时候自动替换。这样尽量保持你所有的节点都是能用的。那么优选 IP 去哪里找呢？直接到这里来，因为我们用的是 Cloudflare，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Cloudflare Yes 的。点一下速度，把速度比较快的调上来。试一下 IP， 回到 BPP 面板，在 Clean IP 这里粘贴换行，再复制一个粘贴再换行。你是可以复制多个的。我们再复制一个，回到 BPP 面板粘贴一下，它的格式就是换行给新 IP。接下来看一下端口。这些全部可以勾起来，你也可以只勾443，作为实验我就全勾了。TCP 默认是关闭的，我们可以打开它。ECH 加密选一下打开它。接下来看的是 Proxy IP 和 NET64。首先快速讲一下为什么需要 Proxy IP 或者 NET64，因为 Cloudflare 在防止滥用。如果是 Cloudflare 做的项目直接访问 Cloudflare 自己，这就算滥用了。但是如果你的通信是经过了 Proxy IP 再回到 Cloudflare，那这就不是直接访问 Cloudflare， 这就是一种避免滥用的方法。这里的选项有2个，一个是 Proxy IP， 一个是 NET64， 这个2选1就行了。它们的原理都差不多啊，我2个都演示一下。先讲一下 Proxy IP。Proxy IP 去哪里找呢？去它的官网，点一下 Fixing the Proxy IP， 在 Fixing the Proxy IP 这里向下拉一点，这个就是它给的例子了。简单直接，而且能避免时效性问题的办法，就是把最后这个合集直接复制一下，粘贴进来。当然它是可以用多个的，前面这些也都是可以的。一定要注意它的格式是用逗号和空格分开的。但是前面这些 Proxy IP 都有时效的问题啊，比如说1小时可能就失效了。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你直接把合集复制过去就可以了。再看一下 NET64 的设置，选择 NET64。那么 NET64 在哪里呢？回到它 GitHub 的官网，到 Docs 里面选择 NET64， 把这3个一个一个复制过去，复制1个换行，复制第2个粘贴换行，复制第3个粘贴，这样 Proxy IP 和 NET64 就都有了。但是它只会用1个啊。如果你选了 Proxy IP， 它就先用 Proxy IP； 如果你选的是 NET64， 它就优先用 NET64。这2个你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就行了。接下来打开路由规则，这个选项要记得勾起来。其他的话默认就好。这里的话，如果你有什么想阻止的，你就可以把它阻止掉，勾起来就阻止掉了。因为我不熟，所以我就没有阻止它。其他的默认就好。点击 Apply， 点 OK， 这样设置就完成了。Apply 按钮也变成了灰色，直到下一次你做了修改才会再次变成蓝色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在 Subscription 底下打开 Normal， 你可以用这种，也可以用这种。
也可以用这种，选哪一个看大家的喜好了。我就选一个常用的试验一下，点一下复制按钮，点 OK， 这样链接就复制好了。到这里来粘贴一下这个链接，点击导入，这样就导入成功了。选中它，右击，选择编辑信息，给一个自定义的名称，点保存，点一下刷新，这样就更新成功了。来到代理，点一下测速，很快啊，测速的结果就出来了，有些的速度还是不错的。快速看一下，在它的文档里面，这个就是它的 FAQ 啊，这个 FAQ 应该可以回答大部分的问题。另外快速说一下 ，BPB 面板是会更新的，如果手动去更新就会比较繁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位大神的这个 GitHub 仓库，它是通过设置 cron job 自动帮你更新啊。你当然可以修改更新的时间和频率啊。这个之前也做过一期教程，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这期主要说的是 BPP 面板做 VPS， 新版是强化了 ECH 的安全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，请点赞订阅支持我的创作，谢谢。